结束了漫长的一天之后，我们只想让大脑休息一下。现代科技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需求。有没有小伙伴曾经为自己在手机上浪费了太多时间，而忽略了其他事情，如工作、学习，甚至睡眠，而感到沮丧？如果这听起来像你的话，不要划走，因为我们正在观察一个人正在与大脑腐化做斗争的迹象。为什么，以及可以做些什么？大脑腐化是一种现代现象，由过度使用互联网引起，特别是通过末日刷，消费低质量，提供很少的智力刺激的无意义的内容。大脑腐化一词指的是这类内容对大脑的负面影响，会导致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认知功能下降等影响。我们如何识别大脑腐化呢？大脑腐化并不是一种临床症状，所以没有明确的症状可以按图索骥。大家认为的大脑腐化内容类型也因人而异，它可以应用于任何情况，从司机扒底马桶到聊天到播客，因为它源于一个表情包。是的，有时候是猫影片和表情包，这些主观上被认为是低质量、荒谬、不健康和无意义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是一致的，那就是它总是与互联网或长期在线有关。因此，如果我们要诊断一个人是不是患上了大脑腐化，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他是否有网瘾的迹象。以下就是一些需要留意的迹象：上网时间过长。有没有小伙伴花了很多时间刷社交媒体，而忽略了其他活动？如果发现自己经常在应用程序之间切换，没完没了的滚动刷新，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可能正在经历过度使用互联网的负面影响。这种无休止的循环往往源于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本身令人上瘾的本质。一个人在这些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他对这个人的时间、情绪和思维敏捷度的影响就越大，注意力集中时间缩短。那么有没有小伙伴发现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而不分心？不停地刷手机和无意识的消费内容会大大降低一个人的注意力。当一个人接触到源源不断的快速信息时，大脑就会习惯及时满足，从而更难专注于需要更持久注意力的任务。内容之间的快速切换会破坏一个人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它会让人更容易分心，无法深入参与任何事情，认知反应迟钝。有没有小伙伴觉得自己的大脑运转速度比处理信息所需的时间要慢？末日刷和信息过载也会降低一个人大脑处理和响应信息的能力。当一个人被源源不断的标题、影片和图片轰炸时，大脑很难跟上，导致反应时间变慢，难以专注于复杂的任务。这种脑雾会使人的思维变得迟钝，大脑充斥着浅薄、零散的信息，从而难以进行批判性思考或快速思考，忽视责任。有没有小伙伴经常为了浏览表情包或查看社交媒体而推迟工作或学习等重要任务？如果发现很难把自己的职责排在优先于上网之前，这是大脑腐化的明显迹象，对其他活动失去了兴趣。有没有小伙伴对曾经喜欢的爱好或活动失去了兴趣，而更喜欢玩手机了？当一个人的手机成为主要娱乐来源时，它就可能会导致大脑腐化。想想自己在手机上花了多少时间。如果有小伙伴发现自己在播放电影的时候还在滚动屏幕，那么很可能没有完全投入到这项活动中。这种行为会导致大脑腐化，因为你并未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对大脑进行刺激，失去时间感。有没有小伙伴经常在刷手机的时候忘记时间？可能开始的时候会想花几分钟看手机，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而且已经浪费了比自己预期长得多的时间。易怒或焦虑。有没有小伙伴在不能使用手机或社交媒体时会感到焦虑、沮丧或烦躁？如果断网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或压力，这表明你的大脑已经开始依赖它了。逃避问题或消极情绪。
有没有小伙伴会因为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或负面情绪而求助于手机？如果你在使用社交媒体或者通过刷屏来逃避孤独或焦虑等问题，可能就会沦落为大脑腐化、社交退缩。有没有小伙伴比起面对面的交流，更喜欢在网上与人交流？如果选择数字互动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这可能会导致社交孤立和大脑腐化、睡眠中断。有没有小伙伴发现自己一直刷手机到深夜或凌晨，打乱了自己的睡眠计划？在手机上花太多时间，尤其是在睡觉前，会影响一个人的睡眠，导致精神疲劳。如果有小伙伴对以上症状有4个或更多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可能患有大脑腐化症。令人担忧的是，根据发表在欧洲放射学杂志上的研究，网瘾可能会导致灰质退化。精神病学家维多利亚·邓利博士指出，灰质体积减少的区域与计划和冲动控制有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网瘾实际上会腐蚀一个人的大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想高效工作，让自己远离手机是如此困难。那么我们能做点什么吗？好消息是的，如果真的想改变的话，请一直看到影片最后呀。但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原因。我们都知道，目前无意识的刷社交媒体是一种治疗方法，但当这种行为成为一个人打发时间的方式时，就会变成问题。如果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围着手机转，它就会给大脑留下很少的空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习惯在一个人如何利用上网时间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人出于习惯所做的决定很容易成为自己的默认选择，这会消耗掉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如果选择更健康、更有成效的活动，比如锻炼或绘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就会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不需要太多的脑力劳动去参与。但是如果它比一种习惯，比如上瘾更深刻、更险恶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里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吗？事实是，大脑腐化代表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想让我们的大脑停止无休止的转动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动力去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容易受到大脑腐化的影响？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有的小伙伴可能只是厌倦了思考，每一个想法都是待办事项清单的轰炸，焦虑的决策和沮丧。在这个充斥着即时可得的坏消息、每项人道主义事业都消耗着大家的同情心的时代，有些人只想看看无意义的表情包或听听播客，这并不奇怪。所以也许大脑腐化只是更深层问题的一个症状。也许我们关心的不应该是大脑腐化对我们做了什么，而应该是我们如何构建我们的生活，以及这如何促进了大脑腐化。也许所有的大脑腐化都是普遍的抑郁症的症状。如果有小伙伴花了几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上，发现自己太累了，除了没完没了的滚动屏幕，什么都做不了，那绝对是时候改变一下了。如果感觉难以承受，这是合理的。向专业治疗师寻求帮助可能是关键的一步。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脑腐化并不是懒惰或缺乏意志力的表现，它实际上可能是压力、焦虑或倦怠等更深层次心理健康斗争的症状。当有小伙伴感到不堪重负时，大脑可能会把分心作为一种应对方式。承认这一点是没问题的，这并不意味着你还不够努力。事实上，在这些时刻，善待自己是至关重要的。当你做好准备并尽最大努力时，它可以帮助你找到摆脱这种循环的方法。如果有小伙伴正在寻找解决方案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请一直看到最后吧。记住，在这方面你并不孤单。为什么末日刷如此令人上瘾？当一个人浏览没完没了的表情包，观看有趣的影片时，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这是一种让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会奖励自己寻求快乐。每一个新的表情包或影片都会让人快速分泌多巴胺，让人想继续刷下去。这一刻满足感会让人很难停止刷手机，即使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这种循环会导致大脑腐化。一个人的大脑不断受到过度刺激，但不是以有意义的方式挑战。吸引人的不仅仅是有趣的事情，
即使是负面内容，比如戏剧性的或令人震惊的影片，也会让人上瘾。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当人们看到引发焦虑的东西时，大脑会释放皮质醇及压力激素，这会激活杏仁核，大脑中负责情绪的部分，让人陷入末日刷刷刷的循环中，寻找更多内容来平复自己紧张的情绪或加剧情绪波动。这些影片和表情包被设计用来快速触发高强度的多巴胺和皮质醇激增，这种快速情绪高涨的持续循环，使一个人很难专注于任何不能立即给自己带来兴奋的事情，进一步加剧了大脑腐化的循环。我们希望大家通过看这支影片，能有意识地选择如何使用自己的上网时间。然而互联网是巨大的，只需点击几下就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即使偶尔看教育或艺术内容，也不意味着大脑就不会腐化。所以现在我们找到了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时候探索我们能做些什么了。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通过了解末日刷刷刷如何劫持我们的大脑奖励系统，导致大脑腐化，可以打破这个循环，用渐进的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奖励取代快速产生的多巴胺。下面说说如何做锻炼，促进多巴胺和血清素的分泌，带来持久的情绪改善和减轻压力。为了获得运动对情绪和压力的好处，每天至少进行20到30分钟的适度活动，这可以包括快走、骑自行车或游泳，任何能让心率加快的运动。如果有小伙伴喜欢更激烈的运动，比如跑步或跳舞，那也很好。即使是轻微的活动，如瑜伽或拉伸，也可以帮助提高血清素和多巴胺，特别是如果持续做的话。关键是要有规律，所以试着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一天中短暂的运动，比如每隔几个小时走5分钟，也能帮助保持这些促进情绪的化学物质的流动。创造性的活动包括素描、彩绘、唱歌或写作等挑战，激活大脑中相同的奖励中心，而不会让人上瘾。如果有小伙伴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可以尝试一些探索活动，比如烹饪、园艺，甚至是解决谜题。关键是找到一些能激发自己的兴趣，给自己带来成就感的事情，同时也能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给自己的大脑充电。事实证明，创造性的爱好尤其能提高思维敏锐度和生活满意度，有助于对抗大脑腐化，提高整体幸福感。正念或冥想有助于降低皮质醇水平，这是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同时能够平衡情绪。可以从每天在安静的地方待5到10分钟开始，专注于缓慢的深呼吸，吸气4次，呼气4次。如果走神了，轻轻地把注意力拉回来，向头脑空间或平静。这样没有赞助的引导冥想应用程序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还做了一个叫静心舱的应用程序，链接在描述栏。如果有的小伙伴不适合冥想，在日常活动中尝试正念，比如专注于食物的味道或水在自己手上的感觉，这些做法有助于平静和健康的减压。与手机和社交媒体划清界限，保持与手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平衡关系的关键是设定界限，为手机安排特定的使用时间，或将使用时间限制在对最近而言最短且可行的范围内。我们不是来让大家为享受无脑刷手机而感到愧疚的，寻求精神上的休息是很自然的。然而重要的是要平衡这些活动，并进行有助于大脑发育的活动与令人兴奋的爱好，保持距离。限制使用手机的时间，而不使用其他东西是不现实的。相反，尝试用一些能激发思维、保持活跃的爱好来填补这个空白。轻量运动、阅读、艺术创作，甚至看电视节目，都比盲目的刷几个小时的屏幕更有益于大脑健康。如果这些都不适合你，即使是玩电子游戏，任何挑战大脑的事情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们能给你成就感。听着，如果所有这些都失败了，你仍然感觉被困住了，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有更深层次的事情在发生。
比如抑郁症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心理健康专家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下一步。大家怎么想呢？大脑腐化是个严重的问题吗？会破坏我们的智力和注意力吗？还是说这只是随便说说的梗？小伙伴们认为抑郁和大脑腐化之间有联系吗？让我们在下面的评论区中继续讨论吧。如果喜欢本期影片，请点赞让我们知道，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以看到更多类似的影片。下支影片不见不散了。